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欧盟哦，是不是看起来这个最新他们的议会的选举结束之后呢？这个马克宏也好，或者肖兹也好，被现在形容为难兄难弟哦。马克宏是赶紧宣布解散国民议会，要举行新的议会选举。那他现在发声说，希望就是他相信啦，这个法国民众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他在 X 上面发文哦。那同样的，这个肖兹也是失利的。马克宏所属的中间派复兴欧洲哦，在结束欧洲议会大选之后呢，是遭到了这个极右派政党国民联盟击败，所以他就是宣布解散了国会。可是同样，肖兹也是在这场这个就是这场选举当中啊，同样也是位居少数哦。也就是说，整体来讲，欧盟也好，或是整体欧洲也好，感觉好像极右翼的势力已经慢慢的这样在借由这次选举当中影响力扩增了。那欧洲现在直接反映在欧元上头，它的混乱，因为马克宏跟肖兹遭遇到这种历史性的挫败哦，其实欧元啊、美元啊，甚至还一度重挫了0.5%哦，到了1.0747元。那连法国的国债期货也是下跌哦。那根据他们这些策略师，甚至还分析预测，就说可能在今年第3度跌到1.05，欧元面临到的政治风险再次上升。所以法国的股市也好，公债也好啊，感觉上面都是这个黑天鹅来袭，法股重挫，公债也开始遭遇到了抛售哦，甚至有一些投资者就在这个解散国会的第2天开始卖光所有在手上的这个法国国债，改去买了这个西班牙的国债。那现在法国的保护主义再起哦，看到这3个女性的领袖，恐怕要决定未来欧洲的命运。根据他们现在目前选举初步的结果，极右派大有斩获，欧盟执委主席冯德莱恩领导的中间偏右的联盟欧洲人民党仍然是最大党，而且席次还增加。另外2个赢家呢，就是法国的极右派领袖雷朋，还有这个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2个人所领导的极右派联盟的席次也都增加了。所以接下来这3个女性领导人恐怕会影响欧洲非常之多。那是不是代表着保护主义又再度兴起，可能会对于中国大陆造成影响哦？因为如果他们未来在这个议会上面扮演比较吃重的角色的话，恐怕会采取对于欧盟以外的国家移民政策也好，或者是这种经贸上面的保护主义也好，都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所以现在就有分析认为，《华尔街日报》讲说，看到了马克宏、肖兹的处境，就像是拜登为什么呢？就像是这个跟川普运动奋战的拜登哦，因为川普运动呢，当然论调上面就跟这个欧洲的极右派这种反移民啊、反这个觉醒的论调是一致的，也是比较偏保护主义一点哦。那现在极右派这个席次增长啊，也可能会鼓励到正在回国竞选的川普。那欧盟呢，现在就开始有新一波的临时性的惩罚关税，针对了中国大陆的电动车来征收，从7月4号开始，而且甚至还要回溯哦，这个就是此前90天内登记的车都要被回溯征收关税啊。那中国大陆立刻予以反击哦，就是现在严拟要对欧盟的乳制品进行一个反补贴的调查。那王毅同样也是去参加了这个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金砖外长的会议哦。欧盟现在看起来越来越衰落，但是金砖却是在反向崛起。截至2022年的一个统计数据哦，原本的金砖5国的 GDP 的总额已经到了25.9兆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欧盟组织的这个经济总量，甚至呢，世界第1大经济体美国来相比哦，可能都还高出数千亿美元。那王毅去到了俄罗斯，我们看他这个下飞机的时候，人家发现到说，后面是写北京航空，我们来看看这个相关的画面。大家想说，这个王毅下飞机的时候，后面写的是北京航空哦。那当然，这个斯拉夫民族的传统是先给予这个盐跟面包，这样来迎客一个非常尊重的一个礼节。那这里代表着尊重、尊敬、钦佩的客人。所以按照礼俗呢，客人是要掰下一块面包来蘸着盐吃哦，表示双方是成为朋友。那王毅背后这一个北京航空的飞机哦，人家讲说，因为他是去参加金砖峰会嘛，这个新兴市场的国家发展比较迅速，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未来潜在的客户，应该也是在为这个大陆的航空公司哦，就是来打个广告，然后可能也是顺便让大家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它我们本身的品牌或者是飞机，这样现在看起来
整体的这个强盛之意啦。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金砖外长会议哦，王毅也提到了大金砖战略，要应对冷战的小圈子哦，就是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一个新纪元，然后对抗这种地缘政治小圈子。那当然指的就是美国在现在目前搞的这个地缘政治小圈子嘛，甚至呢还打算要推出这个去美元化的一个支付系统来取代用美元来流通。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其实这次欧洲议会的大选哈，我觉得它的结果跟意涵啊，事实上一直被这个西方的媒体啊，我说就是说非欧洲的媒体啊，就是说美国跟英国的媒体啊，带两个风向，一个就是说欧洲左翼兴起这个极右翼兴起大胜，然后呢，将来的欧洲议会会被这些极右翼所控制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凡德雷恩现在欧盟执委会的主席他所属的人民党团获得大胜这个凡德莱恩获得广大的民意基础，可以继续连任。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英文媒体主要报道，这两个都是带风向，基本上不是事实。第一个就是说左翼的因为极右翼的，事实上不管德国、法国加起来，这是在整个在欧洲议会里面他得的席次还是58席。欧洲议会有720席所以他整个在欧洲议会，法国没有错，国民议会极右派的他得到30%的选票，可是法国这个他在欧洲议会的席次是有限的，对，欧洲有这个席次有27个国家来分最多的是96席是德国，法国也不过80多席而已那他得30几票，他说20席，而且极右派在这个党团在欧洲议会叫 Identity and Democracy。这个过去就差不多就是50几席，这次也没有增加多少，所以这个所谓极右翼的这个整个会影响欧洲议会，在横扫欧洲的这个社会欧洲的这一次整个这个政治的整个我觉得有点被夸张了，因为得票最多的还是什么人民党团，人民党团就是欧盟各会员国它国内的基督教保守党。基督教保守党这次大胜，为什么不讲呢？他比过去多拿了多少票？他多出来10席所以这个才是这次选举的最后反映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为什么把冯德莱恩跟这个所谓的获得大选的这个欧洲人民划等号？这根本就不懂欧洲体制的欧盟体制的胡乱的搭配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支持冯德莱恩继续干这个什么？干这个欧盟执委会的主席，这个是法国跟德国所不愿意见到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欧美的媒体基本上是带风向为主反映的事实我觉得都不是全貌，都有扭曲好，来问帅将军。我觉得这个欧盟这个变得有点碎片化的感觉。当然，美国是希望他拉着欧盟一起来抗中，但是欧盟自己的自身的经济利益，每个国家不一样你想，德国有汽车产业，但是他愿意跟大陆合作。法国的汽车产业，那根本就没办法跟比亚迪竞争嘛。那其他的国家也亦然。所以，这个临时关税就是很突兀的一个东西。通常你提升关税，按照正常程序嘛。那现在迫不及待的搞这个东西，这就是美国要打坏掉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欧洲市场的开发。那当然，习近平也很努力在打开这个限制口所以去访问法国，去访问这个匈牙利或者这些国家。但是这条路还有得走了，因为白种人的这个优越感是潜藏在心里面。看着当年的华人呢，衰弱的华人呢，现在叫驾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总会有些说不出的滋味。你可以反映在很隐晦的，反映在很多角落。所以这个问题当然中国大陆说，今天我跟美国搞的这个金融作战，金砖能够给我很多的这个金钱上的资本，但是流量最大的还是美元所以这个能够人民币能够取代这个金融的这个霸权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今天已经有声势出来了，我的基金 IMF 基金比你还多。那第二个市场除了欧洲以外，非洲、中东、南美
中国可以扩张的领域还很宽呢。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军事围堵在做，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的扩张的蚕食鲸吞也在做，所以你就看到中南美那边也有来拉帮结派的，美国又在沙烏地搞那个防御联盟，又在搞欧洲国家的提高关税，所以这两个中美这个霸权的争夺啊，点燃很多地区的这个战火了。这个外交战、认知战、金融战，对吧？军事上的演习、秀肌肉战，你可以，现在全世界可以讲很乱了。好，来请教玉芳哥。冯德莱恩的问题是，2019年的时候，3个主要的党 EPP 啦，就是所谓的基督民主党啦 ，S&D 还有那个Renew 那个 Europe， 他们3个党在支持他。那三个党加起来大概440席。可是最后投出来的票只有383票，虽然他当选了，可只有383票，比预期的要少。那这一次呢，最大的我们刚才讲基督民主党186席里面，已经有议员跳出来，欧洲议会议员跳出来说，这次不再支持冯德莱恩。所以他不见得可以，就是说可能会当选，但是票可能比上次更少，更难看。我觉得这样子啊，就这次的选举右派的确是在法国是崛起的，好，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有的就整个欧洲来讲了，在意大利也好了，在荷兰也好，在德国、法国，右派基本上是有崛起。那主要原因，我觉得一个就是经济的保护主义了，因为他们强调了这种右派最主要强调就是民主主义、国族主义嘛，他们认为我才不管你欧盟怎么样呢。就是我自己的国家利益最重要，大过于欧盟的这样一个利益。所以英国也是因为这样子才离开的嘛，离开欧盟的嘛。还有一个就跟这个有点关系的，就是说碳排的问题啦。所以绿党这次在德国为什么会跌这么厉害，跌到第6名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绿党就是坚持强调这个排碳，要做很严格的这样一个限制。那有些人就因此受害，有的公司因此受害，有些国家因此受害嘛。那在德国，那绿党就真的这次就是挫败，这使得现在的总理他们这个联合政府，他也就受到这样一个威胁。但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移民的问题啦，外来的移民的问题。这移民问题在德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在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些难民有的从东欧来的，有中东。东欧，那后来是乌克兰来的，这都带给当地人民很大的压力，有治安的问题，有经济上的负担的问题。很多民众觉得说，我的生活这么差怎么还从外面还引进这么多人来分我们的钱呢？这个情景现在在美国也出现了，川普的很多支持者就是反对那些不断的从墨西哥进到美国来的这些的所谓的外来的移民也好，或是难民也好。所以整个来讲，这个当然是右派的力量的崛起，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我们不晓得。不过我们1次大战、2次大战，显然都相当程度的跟当地的各国的民主主义的抬头是有相当关系的。所以未来的这个世界只会越乱了，不会越稳定了，因为太多的问题一下子都涌上来了。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看一下今天上午的时候，南北韩竟然开火了哟。那北韩呢是到了军事分界线这边，南韩也果断的开火驱回。那看起来呢，现在双方就是在今天上午这样子一个突发的情形，其实也已经酝酿多时了。在6月8号的时候，我们就看北韩已经开始进行这个算是第3波的气球攻势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画面哦，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垃圾啊，或者是一些秽物啊，他们就借由这个气球让它可以飘送到跨过38度线，到了南韩这边哦。那南韩也予以回击，那他们回击的方式呢，就很像我们看那个韩剧《爱的迫降》里面就是他们用 K-pop 来回击。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播了星战广播。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BTS 的知名歌曲，这是南韩他们回应，就是用星战广播，然后中途穿插这个 BTS 的知名歌曲哦。因为其实北韩那边有蛮多人也挺喜欢这个韩国这边的 K-pop 的一些流行音乐，那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蛮突兀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画面上面明明是38度线一个紧张的氛围，可是却放着流行音乐哦。那的确，这个北韩这边金宇镇也回应了，要南韩立刻停止这个星战广播，此举是危险状态的前奏。所以，南韩如果同时进行广播以及空飘传单，他将扬言会采取新的反制手段。果然，新的反制手段是什么呢？就是第4波的这个攻势哦，就是310颗，就更多的这个漂流的气球哦，这样子飞到南韩这一边去。所以，其实的确，你看这个南北韩这样子的一个紧张情势在升温当中，而且甚至有可能随时局势会变得更加的危险。那现在到底是为什么？人家讲说，北韩突然好像态势变得有点强硬哦，那就是有一些相关的美国媒体的看法，他们说，北韩因为受到了联合国的制裁哦，他们进口的石油数量是受到限制，但是现在，好像有俄罗斯的石油大量流入了北韩，所以北韩感觉好像底气更足了哦。那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是说，普京也最快在这个月就会去访问北韩，所以看起来这个俄罗斯跟北韩的关系也走得挺近的。那白宫甚至在讲说，现在已经变成了北韩、俄罗斯还有中国大陆3者之间是不是要进行核武的合作？所以现在美国也要讨论扩大核武器的相关部署，他们觉得挺忧心的。你们现在连成一线，这是美国喊出来的话。那再来以巴战争哦，也是还是很难善了，因为现在目前以色列的人质解救行动哦，打死了274名巴勒斯坦人之后，现在还持续的攻击加萨。那哈马斯办公室就讲说，你们前一天这样的一个营救行动哦，是杀害了大概至少274人，其中包含了64名的儿童跟57名的妇女。那以军的讲法，感觉上面好像说，这个是一个特种部队的军官哦，一名特种部队的军官被打死，然后不知道有100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哦。那这个可能就感觉上面他们讲起来就是这是战争必有之痛啊。那现在哈马斯还下了灭口令哦，只要以色列的国防军来就会杀人质。所以你看看现在目前这个营救行动，半岛电视台讲最大的输家就是你美国总统拜登啊，因为你一直急着想要达成和平协议啊，但是却一再的受阻。那但是呢，拜登似乎想要挽回面子，赶快派了布林肯，就是再去到第8度要去到中东这边哦，然后希望能够协调，然后来释放人质，然后加萨停火。但是有办法吗？在安理会这边，现在美国提议说哈马斯停火的这个草案哦，看起来14票赞成，1票弃权，是俄罗斯弃权哦。现在希望能够停火，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达成。那《华尔街日报》就说，美国也希望加强在中东这边的影响力哦，所以他就讲说，我可以跟你沙国敲定条约来协防你哦，那是不是可以换取沙国跟以色列这样子一个正常的这种外交关系？然后呢，也这个接下来看看是不是能够让这个巴勒斯坦国来这个，因为承认它独立啊，就可以有助于结束战争。那看起来是不是美国要积极的挽回在中东这边的面子呢？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首先我们看南北韩这个新战哈，我自己在金门亲自看了4年的新战嘛。我们有对大陆的广播站，大陆也有广播站对我们。对，我们有空飘气球，他们也有空飘，还有加上海漂。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的主题对不对？你作为新战嘛，是争取对方的认同，对不对？对，灌输你的理念。我当连长、副连长的时候，天天听什么雷锋了、毛语录啊，那已经没办法产生认同嘛。说孕妇难产的时候，把毛语录拿出来念3遍的就顺产了。这个因为我们那个国小毕业的兵都不相信嘛，对不对？学雷锋啊，那些东西好。那我们现在用的就对啊，邓丽君啊，那个大陆在搞政治运动，一片肃杀的环境里面听这么柔美的歌声，对他们是有影响的。所以这叫新战的主题选对了就有效果。那北韩就搞错了，北韩用大便呢，又垃圾了，你只能让南韩的人更讨厌你啊。
你这个新战能得到什么效果？对不对？那南韩用这个 hip hop， 也许北韩也有偷听收音机会认同这个东西嘛。所以看新战呢，不要被这意识形态所左右了。你像那个时候，你在强力灌输学雷锋、毛泽东那个，这边不能接受，一样道理。所以第二个，我讲美国跟中国跟俄国一直在搞互相拉帮结派嘛，你挖我的脚，我挖你的脚。那今天南韩他当然要听俄罗斯的这个话了，因为北韩所有的尖端武器完全是靠俄罗斯供给嘛。那中国大陆是比较保守，不太愿意跟北韩搞得太近嘛。那俄罗斯可是肆无忌惮。今天讲良心话，俄罗斯、北韩、中国大陆3个有核武的大国啊，北韩最不稳定。今天俄罗斯只要在核子武战略上给北韩一点 favor 的话，美国就很紧张，因为金小胖什么时候出手不可预测。对，就跟我们觉得川普什么时候上台，我们不可预测，不可预测是一种恐怖啊。对，所以美国就说，那我要加强核子部署。因为当年中程导弹协定美国不参加，造成中程导弹在中国、在北韩、在俄罗斯都有优势。美国现在要补这个空隙，他就赶快加码。好，来请教谢老师。其实这个朝鲜半岛的情势哈，其实我们就放长一点时间来观察，真的是不胜唏嘘啊。就主要是到底是人为的还是情势使然？我觉得两者皆有。对，你说这个文在寅的时候，事实上南北韩之间的关系没有今天这么紧张。对，那为什么这个尹锡悦一上来以后，这南北关系急转直下。对，到今天搞成这样子，这个战争边缘啊，那显然跟谁今天在南韩主政有关。对，北韩一直都还是金小胖嘛，没有变嘛。南韩换了一个总统，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政治领导人事实上关乎整个国家所有他全体人民的安危，就在他的是一念之间，他的政策是如何定位。所以韩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啊。好好的过去这个好好的关系，结果现在搞成怎么样？已经开始bor火了。在下面就更严重了，而且现在这个过去朝鲜半岛一直往无核化的方向发展，对，那现在两边都在怎么样？都在积极想搞核武，那这个人家就忘记了，南北韩不是统一民主吗？怎么搞到现在要拿核子弹彼此对付啊？对，北韩当时的核子武器，他也说的不是对付南韩的，他是对付美国的。那请问一下，那你今天南韩搞核子武器，你要对付谁啊？对，所以就变成很奇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发展，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政治人物，尤其领导人物他真的关乎所有人民的安危、身家财产。那情势转变是没有错。美国在东北亚情势事实上它的政策是不断的在转变，它在强化它这个东北亚盟友的这个军事力量。那可是呢，你是不是都要照单全收呢？看起来尹锡悦很奇怪，不但照单全收，他还要求更多。那你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到底是北韩的策略变了呢，还是南韩的策略变？朝鲜的策略变了，还是南韩的策略变？我看事实上是尹锡悦所领导的南韩，他的这个朝鲜半岛政策有很大的转变。所以今天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只是初步bor火，如果再升高的时候那韩国的经济一定雪上加霜。对，你说韩国人都很爱国吗？我想韩国人有双重国籍也大有人在啊。那要资本往外跑，那么这些厂商不再投资的话，那韩国几十年的努力可能也毁于一旦了。好，请教玉双哥。那北韩看起来是很强悍的样子，好像攻击性很强。其实北韩的做法是保守的，它是防卫性的。你看一下北韩不再讲统一的事情，韩半岛什么朝鲜半岛什么统一的事，他现在绝对不谈，因为他觉得他的政权受到威胁，因为他也知道南韩发展的非常快，相对来看北韩就是还是停留在基本上就个农业社会，所以他是害怕了，所以他现在不敢讲统一，这次为什么他会用这些
肮脏的东西去攻击这个南韩呢？对他来讲，他也是防卫性的，因为有所谓的脱北者，就是离开北韩到南韩的这些所谓的脱北者，他们用大量的文宣，这个气球也透过气球飘送到北韩去，到北韩让他觉得说我受到威胁。为什么？这些人都是北韩的人，那些跑到了南韩去，然后再对北韩再进行这个呼吁要求他们要脱离这个残酷的这样一个政权。所以对北韩来讲，他防御性的，他如果说我就是要丢这些东西给你，让你受不了，那你也去管一管，让这些脱北者不要再把这些传单，这个煽动性的传单送到我这个北韩来。所以你可以看出，当然另外有一点，他可能也有某种新的信心啦，因为以前中国大陆其实不太理北韩，因为他知道北韩有它的不可预测性啦，所以不太在军事上、军事科技上是不太理他的，没有去协助他的。可是这些年来，尤其是最近，其实军事交流跟俄国走得最近的就是北韩。所以俄国有很多新的科技给他，现在大家事后想想，他的弹道飞弹的发展这样子的快速，包括核武技术，大概是从俄国来的。对俄国来讲无伤啊，我的政治的中心离亚洲是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啊，所以我就在那边好好强化一个北韩他可以替我做一些事。这次果然是北韩可以供应他很多的炮弹甚至飞弹所以这个整个来看，韩半岛的，不过我基本认为，既然它是保守性的，那种以前去攻击主动的攻击这个南韩的行动，我认为不会有了。他只要求保有他那个政权，让他们金家可以千秋万世的继续统治北韩，大概就可以了。所以还不至于升温。所以对他认为是不稳的至于这个美国当然知道沙特阿拉伯虽然跟伊朗恢复了邦交，在北京的安排之下，但是他也知道这两者之间因为教派的原因，他们是有矛盾的是有矛盾的，是利益上的矛盾的，所以他就切入说我保护你沙特阿拉伯嘛那这个条件当然就是你不要跟伊朗走太近，你可以跟以色列改善关系嘛。所以这个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了。对，美国跟中东基本上未来大概就美国跟中国大陆在那边争雄的那个可能性会超过美国跟俄罗斯了，因为俄罗斯整体影响力坦白讲是下去的。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立刻关注就是昨天我们的北台湾真的是破防了吗？大陆的男子然后乘着快艇竟然闯到了这个淡水老街这边来了。那管碧玲讲说这个误判这一切都是误判他以为是一个返港的渔船，一直到这个巴黎守望哨才辨识出来不是我们的渔船那这个人呢，这一位大陆男子呢，曾经担任过大陆的海军的这个舰艇的艇长。那现在呢，因为他违反了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及这个入出国及移民法，现在移送士林地检署来侦办可是不知道绝清是不是要崩溃了？因为我们的法还是这样写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之前敢讲台湾地区就要被他们出征哇，结果现在要引用法律还是同样是台湾地区这样子的这个法令那绝清又要跳脚了是吗？那再来，这个大陆的男子可以驾船闯到这个淡水河里面，如果是解放军呢，恐怕也是可以用这个路线指导中枢吧。如果昨天来的不是一个快艇，而是更大的军舰，那这是不是可能让我们感觉想起来就头皮发麻那我们看看这个淡水河口过去一直是被视为解放军突击上岸可能的地点，因为解放军呢从淡水登陆可能指导我们的这个政经中枢那为了加强第一线的国防安全，所以呢陆军海龙蛙兵在7月份的时候，汉光40号的实兵演习中固守在淡水河口，但是呢怎么料到还没有演习，已经被大陆的快艇
艇长驱直入了。那根据了解，2022年的3月，陆军就已经规划了，把将这些神出鬼没、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水鬼，部署在大台北的首都圈哦。对，有水鬼部署在这边，怎么还会发生这个事情呢？那现在进行淡水河口以及北市连外桥梁进行反特攻作战，凸显军方在反特攻、反斩首的行动上更加的重视。那在这么重视的情况之下，这个快艇又是怎么进来的呢？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哦。那我们看看过去我们的汉光实兵演习的模拟预备的训练哦。他们其实就是关键防线在淡水河口这边来设置阻绝链，他们其实是这个操作 M3的这个浮桥车哦，串联汽油桶跟炸药在这个河道当中，然后设置数道阻绝链，防止解放军长驱直入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比较这个大张的这个地图来给大家示意一下，淡水河口就是这样子进来的哦。那我们的这个模拟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边设置的防止解放军登陆哦。国军的 M3福门桥就是在这个淡水河口这边来布炸弹哦。那包含了汽油桶啊跟炸弹都在河道当中，然后设置了数道的阻绝链，就让这个解放军进不来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啦。这是2023年去年的3月22号。只是哦，你看看这个淡水河这一道其实真的是至关重要。如果它沿着淡水河一直往下的话，沿着这边走，到这里西门这边上岸哦，可能就离总统府非常非常的近了。那如果它是走基隆河啊，就是淡水河这边岔过来，从关渡这里岔过来到这个基隆河的话，就这边其实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衡山指挥所以及国防部的海军司令部啊，也都是一些军事重地，也都在这个地方。所以淡水河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要？为什么需要有这样子所谓的阻绝链？只是现在是不是也反映出来我们的阻绝链真的好像没有作用起来？怎么会在这一次快艇就可以轻松的这样子进入到了我们的淡水啊？那也是让大家非常的纳闷哦。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美国讲说不用担心，如果台海啊真的出现了问题哦，我们根据这个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说法，就是说这个会有一个地狱景象，这是一个策略，是要挫败中国大陆用的哦。他们是讲的这个算信心满满。他说，一旦呢大陆要入侵的话，这个入侵的舰队开始穿越台海的时候呢，美军呢就会在台海部署数千艘无人艇哦，海面上面就是有这种无人水面舰艇跟空中无人机，通通都没有人来。然后都是无人的舰艇、无人的这个潜艇、无人机，通通都在这个地方，让大家看到像地狱般的景象，像好莱坞的这种场景哦。然后呢，就是为这个台美及伙伴部队来争取全面反击的时间。那根据美国多数的智库兵推哦，在这种无人武器系统哦，大陆犯台还没有准备就绪的时候呢，恐怕这个美国的海空军就会承受重大的损失，而且这个战事也会扩及到日韩非这些盟国，所以看起来不像他讲的这么样的厉害，这么样的一个地狱场景哦。那再来，我们看到美国也在冲绳部署了 MQ-4C 的无人机，那现在第2架已经飞到了，已经到齐了。他们就说，在今年的5月到10月，暂时性的部署了2架这个 MQ-4C 的无人机到日本冲绳的美军嘉手纳基地，然后第1架是在5月飞抵了。现在根据日媒的报道，第2架已经在昨天抵达。小马可是说，现在目前外部的威胁是更加显著，所以让人家很担心哦。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菲律宾必须要做准备的原因啊。又是一个好像这个中国威胁论，这个小马可是又喊出来了。那但是呢？我们看看这个有一个最新的公布，就海事局，中国大陆海事局讲说，长江口哦，一艘大型的这个船舶深水航道，进行了这个6月11号要有一个实施交通管制哦。根据媒体指出，这可能是福建舰完成第2次海试即将返港的一个预告。那美国的华盛顿号的航舰也重返了太平洋，他是说这睽违了9年要接班驻日部署哦。这个美国海军日前释出了一个舰队航行的这个照片哦，他们说这个是计划接班雷根号驻日的任务的同级航舰华盛顿号，在美国的驱逐舰、补给舰、
还有这个智利海军巡防舰的护航之下，顺利通过了南美洲的麦哲伦海峡，重返到了太平洋。那美国的驻日大使伊曼纽啊，他就讲说，美国现在要应对正给这个美国国防产业带来压力的欧洲还有亚洲的战略课题哦，所以美国需要日本的支援。伊曼纽也忧虑的表示呢，现在中国大陆的造船能力恐怕已经是超越美国了，所以美国恐怕现在也自知这个海上作战的不足吗？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昨天我们这个北台湾的破防啊？当然，这个淡水河、基隆河是水上的一个高速公路，对快艇来讲，现在快艇可以跑到50节了，比我们汽车还快呢，70-80公里的时速。这个地方的海防啊，我当年在特种部队受过训的时候，海训的时候，在元旦前后就从竹围海滩划橡皮艇啊，一直划到关渡。所以这一块的河面我很清楚，水流也很清楚。早年呢，这边淡水河口啊，有海防班哨，有探照灯，对不对？然后进来海口进来没多远呢，就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叫龙池，龙池是水下的水泥。一个墙一样的水泥墙，上面有凸出来的像牙齿一样的东西，就开1-2个渔船可以进出的航道。那现在这个龙池还存在不存在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已经坏了的话，政府应该赶快修，因为这么宽的河道啊，你用那个什么 M3浮桥，那叫鬼扯。M3浮桥只有几十公尺长啊，河宽了几百公尺啊。你的浮桥，第二个，你有无人艇，中共没有吗？你拿那个浮桥装上炸药，它第一个无人艇把你引爆以后，后面的就通过船就可以冲进来了嘛。那不是麻烦吗？所以这个东西啊，你们要看地图的话，关渡的八里桥那个地方是整个河道最窄的地方。你把那个图打出来看。换一下那个关渡的八里，换一下地图好吗？关渡的那个八里桥应该是最窄的。那么以前李登辉时代，那个是为了表演这个河防啊，就做了一个很错误的示范演习，就是说，假设敌人从快艇从这边进来，用关渡的宪兵跑到八里桥上用步枪打，把保区的那个内河巡艇放在那边搞，还叫直升机来打，他们都不算一下这个时间，这个快艇突进来几分钟就过去了。你宪兵来得及跑到桥上吗？你保区的船能开得过来吗？你陆战队的水鬼在这边又能干什么事呢？水鬼是被敌人搞的啊。对。然后你把直升机叫来，我在特种部队知道，直升机起码飞过来要2-3个小时以后啊，因为你任务提示紧急起飞到这边来，所以以前的演习根本就是糊弄的、表演性的，包含最近的汉光那个浮桥，那个也是没有用的。这个桥应该要怎么做呢？这个地方的海防应该怎么做呢？八里大桥居然是比较窄的河面，桥又在水底下有桥桩，这个时候就应该做很长一个钢席卷起来，钢席，它只要一有警讯，那钢席放下来，你什么船也过不去啊！你炸它没有，钢席是有孔的啊。然后在钢席的前后布什么，叫做雷射的快炮，因为这个快船这么速度高速飙进来。拿传统的火炮根本没办法打的，只有雷达打飞机那种快炮啊，你不要多嘛，桥头布两门，这些钢旗一下，照中周边没有一条船能过去了。今天如果照现在这种布防啊，真的很危险，因为他的突击部队兵分2路，一路直接奔总统府，一路奔国防部，海军总部、衡山指挥所，这都是你的指挥机构。配合空中的打击，配合的特种部队的这个突击，很快就把你的军事指挥中心打残掉了。到了总统府是斩首也好，干什么也好，你会造成整个台北市很大的一个震撼效果。所以当然这个行动不是单一的了，它一定配合其他的作战手段。所以刚刚帅将军讲的是这个地方。对，就在那个地方，因为桥上啊，这个钢席啊，它是网形的嘛，你只要插到水底1公尺啊，钢席就钢席，你钢席落在这一个点，对，在那个桥上，就在桥上架，那个东西只要河口一有警讯，这边用重力的，不要机械哦，就它自动就下来了。这个时候什么船冲不过去，配合你的雷达快炮，几下就把它干掉了。所以这个东西
只是说现在不确定还有没有这一。现在演习做的还是以前那一套。以前那一套，我在国防部里面就跟副总长吵过架，发生很大的争执。我说你这个纯粹是表演嘛。宪兵也赶不到桥上，到了桥上轻武器对快艇没有用，保期的船过不来，直升机也过不来，整个演习就是看场面很壮观。到现在如果还在用浮桥，我告诉你，浮桥是野战渡那个小河用的，70-80公尺就到极限了。你能够把整个海面部浮桥吗？绑上炸药更快，人家只要引爆你的炸药，你的浮桥就没了嘛。前面几个自杀的无人艇，后面大批的这个突击部队进来，你怎么办？对，所以这个问题啊，不从根本上去求解决，表演式的这种演习啊是无效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前面的龙齿你要修好的话，它不可能大批广正面的进来，它一定要锁在1-2个渔船的通道。这个时候岸上的火炮做定点的瞄准，就容易把它打沉嘛。进来以后，巴黎这个铁桥刚往一下，雷射炮一打，这条河道就没有用了。我是亲自一讲从朱维滑到关渡的。哇，那个时候冬天多冷啊！元旦的时候，我上岸的时候，2个腿从橡皮艇是被人家这样扶起来，僵掉了。那个河里面的水流我非常清楚啊。所以问题修当年的龙齿，第2个巴黎上架钢席，第3个配合雷达快炮，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好，我们来请教玉芳哥。这个当然是一个事件，值得我们警惕了哈。但是呢，战争呢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啦。那敌人是不是真的，一旦他也爆发战争的时候，就会沿着淡水河这样上来？好，这是他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呢，还是次要的战术？啊，或者他根本就不会这样做，因为知道你有准备了。选的什么准备？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孙子兵法》讲的“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嘛。好，你为什么要防守？因为你总体力量、作战的能力没有对方强嘛。那攻则有余，就是说，因为我总体力量比你大嘛，所以我就采取攻势嘛，这样。所以就是说，守势本来就有它的保守的一面啊。然后你很难去猜测，就是说真的进攻的那一方要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攻击你。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那个念的，就是美国现在智库他们提出来的，就是说到时候中国大陆千箭齐发的时候呢，我们无人机啊，然后这个无人艇啊这些水下水面这些无人舰艇，就去冲撞你这样。我个人是认为啊，大家受诺曼底那场战役的影响很深啊，尤其电影拍的这么盛大嘛，所以大家都会记得，这个也是近代史上在人类最大规模的这样一个2栖作战嘛，所以受那个的影响很深。所以我在台湾规划战争的，大概很多人想到就是说，包括美国如果中国大陆要攻击台湾，他一定会出动大批的舰艇。然后从这个西岸上来，那一部分大概从东岸上来这样子，会不会是这样子呢？我们其实是不得而知了，因为我认为这是最后的阶段了。中国大陆如果到最后要千箭齐发、万箭齐发，要试着从台湾海岸上路的话，那一定是最后阶段，因为他知道嘛，现代化的战争里面，防守的一方在武器的精进的情况之下，他是可以把你打得很惨的。你看乌克兰总体作战力量不如这个俄国，可是你看克里米亚这一带黑海舰队被摧毁差不多，几乎都一艘都快不存了。为什么？因为有长程的火器、火炮、飞弹可以攻击你的舰艇嘛。所以克里米亚陆上目标、水上目标、海上目标都被打得一塌糊涂。我认为中国大陆也会从乌克兰战争里，我们会学习，他们也有所学习啦。我如果那个他要出动这么多的船。目标这样的显明的、明目张胆的这样要登陆的话，一定是最后阶段。他有把握说，台湾能够在海上从空中攻击我的舰艇的能力已经被削弱到最低的时候，他才会进行所谓的2栖作战。
好，来请教季老师。这件事有点荒谬啊，因为事实上的话，你海防的话，你有好几条线啊。第一个就是24海里，因为24海里到12海里，就是说沿岸的这个管辖，它有这个是行政管辖权啊。那这个地方你就要应该注意了，你这个等于你有行政管辖，这个海洋法规定的，你没有作为。12海里更不要讲，12海里就是你的国界线了。对，如果进来还不知道。那又有问题了，那你现在根本进入淡水河口了，所以连破三条防线啊，24海里没作为，12海里没作为。那管碧玲怎么讲啊？他说6海里的时候雷达有发现，拜托啊，6海里才发现，他说证明雷达是没有失误，只是误判，以为是渔船，拜托啊，守土有责啊，他是负责的，他是海巡哦，这3条防线。最后他说有发现误判，最后是什么呢？最后他进入你淡水河口进来了，然后再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渡轮相撞，才被发现。对，这个如果说不是民进党执政，国民党执政的话，民进党会要求这个海巡署长赶快下台吧？对不对？花了那么多钱，天天在那边造舰，天天这个预算东征西征的，把自己夸得很神勇。这一艘从大陆从福州直接开了180公里，别的不说，进入到你24里海，你有行政管辖权，你有职责的，对不对？12海里你更有职责啊。然后淡水河口都进来了，对，然后是怎么样跟我们擦撞，才知道他直接再往里面开，你怎么办？对啊，对，所以就是说就是几个字啊，如入无人之境。这个政府没有一点点悔改，也没有人出来负责，这就是现在我们碰到这个状况嘛。天天嘴巴把自己讲得很强大，这件事情就知道根本就怎么样，弱不禁风，花了那么多钱官还是照做，出来一句话说，哎呀误判就没有事了嘛。对，那以后再真的是他又误判，他说系统没问题，是人有问题，所以这些人有位置，有位无责。对不对？有权不做事也无责，都没有责任，没有一个人责任，出来就说误判2个字结束。赖清德，你要好好管好你这个自己的政府啦，你的下面人混成这个样子啊，这个管碧玲推卸责任，你接受吗？而且顾立雄还说这叫做灰色地带。如果都已经到我们的6海里，能算灰色地带吗？开玩笑，我这禁限制水域的观念就是说，24海里的话叫做限制水域，就整个是延伸出去了，从领海延伸12海里出去，12海里又叫做禁止水域。所以再怎么样，你要守住12海里，因为这是领海，没有什么不是临街区的，临街区是要延伸12海里，从12海里再延伸12海里出去，这12海里已经是领海。全世界都要守住领海了，在国际法里面也是保障了领海的不可侵犯性。那你现在人家进到6海里的话，坦白讲，这个不是只有这个所谓海巡而已，连国防部都有责任的。你同样负责啊，这个是你所有的国防跟海防的预算都是白花了，就是证明就是浪费了几千亿人民的这个血汗钱啊，结果呢？是形同虚设，每一个环节都松了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